我记得你，上次你还故意吓我。我没有吓你，只是人啊，死后的魂魄通常都会徘徊在死亡处，说不定他现在正在听你说话。你警察还说这种鬼话，你要不要脸啊？哎，徐志美不是只是失踪而已吗？简作夫人好像确定徐志美已经死了。我哪有啊？我只是不喜欢你们在我家说这种怪力乱神的话。队长，没有找到毒品。简作，怎么你们家连一包即溶咖啡包都没有啊？我们改喝茶啦。什么？不能喝茶吗？我很好奇是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们连咖啡都不敢碰了。有几分证据，讲几分话。等你们找到证据，再来跟我说。如果找不到的话，你们可以离开了。走，我们当然会走，不过还是要请简州跟夫人来一趟特搜队，要进行法检跟尿检。接下来就交由你们特搜队，我相信各位应该很快的就能够将该名女子的下落交给我。是不是很讽刺啊？应该要指挥办案的检察官，现在居然要进侦讯室接受调查。哎，正浩，你今天话怎么这么多？请。林姐，喝喝看我们的咖啡，很好喝的。不用在那边跟我假客套。想问什么，赶快问。这几天发生这么多事情，我想你跟你的太太都不太好受吧？我刚刚有看到你太太的状况不太好。你朋友失踪，还怀疑是你干的，你会好受吗？我觉得你太太是承受太多心理的压力，比方说良心的谴责。我们经过了2天的调查，我们对整件事情有初步的看法。如果有错的地方，还请林姐帮我们指正。请说。
我们初步研判，徐志美在你家中是喝了毒咖啡，OD 致死。我们家怎么可能有毒咖啡？我还泡给他喝，我又不是疯了。夫人，你不要忘了，等一下我们会进行法检，你有没有喝这些东西，我很快就会知道了。所以我建议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很小心，很小心，你懂吧？我坦荡荡，是要小心什么？那你们当天喝的是茶还是咖啡？咖啡啊，是要问几次啊？但是我们第一次去你家的时候，我记得你是跟我们说你们喝茶。是吗？可能我那时候说错了。只云记下来，证词反复不一。OK， 那我就继续说。徐志美死了之后，你们找人把她的尸体搬出去，后来你们还伪装徐志美，回复讯息给大家，是吧？这全部都是你编织的故事。你有证据吗？你说徐志美的尸体，你找到了吗？你可能连她是生是死，都还没有办法确认吧？我们确实无法证实，但是事发过后，你为什么还要亲自跑到杂货店一趟，去指责他们卖毒咖啡啊？是不是你们家里面有人在那边买到毒咖啡？你甚至连报警的动作都没有，就是怕事情会爆出来，对不对？你现在说什么，我是听不懂，而且我有说过那些话吗？你确定你没有吗？你要我给你看杂货店外面的监视器画面吗？你这几天都没有去那家店吗？好，就算有，那又怎么样？我每天事情这么多，去不去一间杂货店，那很重要吗？再说了，你的消息来源不就是那个毒虫尤启宏？他说的话可信度高吗？你怎么知道我的消息来源是来自尤启宏？还能有谁不在杂货店骂尤启宏？有其他人在旁边吗？不可能，我确认过，白正浩一定是想吓我。南京店有2个人，一个是店长彭文庆，另外一个就是尤启宏。你怎么知道我说的就是尤启宏？白正浩，你不要再跟我玩一些这文字游戏。我知道你很关心尤启宏，毕竟你为了他，连自己的搭档都杀了。我们也已经验过尤启宏身上的伤，只要有徐炳耀警官身上的指纹或是 DNA， 就可以证明他没有说谎，就可以证明你们找过他，就可以证明你没有修理他。好，对，我是有去找过许炳耀，让他去对尤启宏施压，但跟什么毒咖啡都无关啊。那是为了什么对他施压？因为我跟他妹上床，那我怀疑是他指使来色诱我的。我怎么可能那么无聊去
找一个帮佣色诱我老公啊？有伊利是这么说的。有毅力跟徐志美什么关联？那你知道尤一丽真的有跟你老公发生关系吗？我知道，所以最近我们有吵架，但是我原谅他，那也是我们自己的事。那应该跟徐志美的案子没有关系。尤一丽有说，她说你老公有买包包给她，而且她还指定要跟你同一款的包包，那就奇怪了，怎么在你家里面都没有看到这些东西啊？那就是他在乱说，我不知道什么包。这些包包都是你的吗？我也有找人家来估过，这边的包包全部加起来，至少有上千万。据我所知，你们夫妻没有在做什么投资，一般公务人员的薪水能负担这一些吗？林姐，你宁愿承认你外遇，也不愿意承认你有问过尤启宏毒咖啡的事啊。这不是2选1的问题，我就是不晓得什么毒咖啡的事情。白正浩，你问来问去问这么多，不就是因为你手上根本就没有证据？那是因为你的说法跟尤启宏的说法有极大的出入。那是因为他心存报复，这你都看不出来吗？林姐，我现在怀疑你怠忽职守，知法犯法。你还在家里面私藏 S 毒咖啡，你甚至还有买卖的嫌疑，你知道吗？证据呢？证据就是你们家那一整面墙的精品包包。这些包包是我父母买给我的，怎样？是吗？那有汇款记录吗？哪一家银行的信用卡刷的？用现金买的不行吗？几十万的现金呢，去银行的柜上领的。现在还有人拿现金去买包包啊？这样合理吗？你管我这么多？我都查过了，你当初为了要嫁给林彦文，早就跟家里面的人闹翻。你的自尊心会允许你跟家里面的人拿钱买包包吗？我给你最后一次的机会，这些包包哪里来的？爱美是女人的天性。她在家里顺便拿了钱去买了好看的包包，然后没有让家里知道，有需要这么劳师动众吗？甚至于还怀疑我有买卖毒咖啡的嫌疑。白正浩，你到底是有多么着急的想要结案？那群贵妇在你家喝了咖啡，都验出有毒品的反应，这个你怎么解释？你是刘正宏吗？是的。我们找到一具尸体，有可能是徐志美。现在想请你跟我回去指认。志美，尸体，麻烦跟我走一趟，方便吗？志美怎么会被带到这种地方？不承认。
许队，已经都处理好了，刘正荣的尸体也都搬回去，伪装成OD的样子。好。柳正宏大楼内外监视器画面，我会找人处理好。看一下你的手机。哇，怎么突然给我这么多钱？我那天说剩下的20公斤海洛因，不是还没卖吗？说好要给你，你就收下吧。谢谢齐队。先别谢我要给你看个东西。你不是跟我说已经烧毁了？许队，我把你带在身边那么久，我会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？是不是林月虎要把徐志美死交我给我？你不应该骗我。要不然我可以拒绝林彦文的。许队，拜托，我也有家人，就跟你一样，你在美国也有老婆跟小孩一样，我们大家都有苦衷。我只是不想因为康好平的胡搞，而把大家拖下水。我留着的记忆卡，也只是我要自保用而已啊！啊，许队，啊，有这记忆卡，我们就可以不用听林彦武的话啊，不是吗？特搜队已经介入，你不背黑锅，我们都会死。为什么我们会这样？是不是单纯不要收钱就好？许队，我们不是警察吗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我也不想想，我也不想。那些贵妇验到有毒品反应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是他们个人的行为，他们可能平时就有在用啊，难道都需要我来负责吗？但是他们不是这样讲的。当他们知道他们的法检没过时，他们恍然大悟。难怪从你家离开的时候，他们有一种全身虚脱、恶心想吐的感觉。他们想要脱罪，所以全部扯到我这边来啊。李彦文，你的意思是，这些家世险恶的夫人们联合起来诬陷你吗？干嘛？想挑拨离间？我只是好奇。通常要买通一个人，用钱就可以，但是要买通这几位夫人，让他们改口供，你觉得你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？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白正浩，你这一次啊是踢到铁板了。我劝告你，如果你现在诚心诚意的来跟我道歉，还来得及。
否则我将会告到你们连工作都不保。我没有当警察，简作是不是第一个就是来对付我？班长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还可以再留你一些时间，你还不能走。不，你马上就会让我走了。他跟高亚平都罚钱了，为什么他还完全不担心的样子？他在等什么？队长、学姐，麻烦你们出来一下。队长，我们今天要去找其他证人询问，但说好要过来的刘正宏无故失联，最后发现他在家里。发生什么事？他死了，死了？吸毒过量。在床上还有吸食海洛因的器具，还有一封遗书。遗书上面写着，他发现志美外遇，所以杀了他。最后罪恶感太重，所以才要跟他一起走的。怎么会这样子？我们也是很错愕。之前刘正宏来的时候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有这样的情绪。林彦文在等的，就是这个吗？眼前的检察官到底做了多少肮脏的事，造成今天的局面？我还在等你的道歉。你跟夫人可以先回去了，有任何进一步的消息，回来通知你们。白正浩，你失败了。李彦文，还有验毒报告还没出来。相信我，不会有用。简卓有去过澎湖吗？你知道澎湖的树为了抵御离岛的凛冬狂风，生长得都特别歪斜。可能吧？怎么了？我在想，究竟是什么样的风，才会连简作这样的巨木也给吹歪了？什么烂地方啊！快走，快离开这个烂地方！等一下，我们这边坐一下。为什么要坐啊？听我的，来。老公，你到底用什么方法让我可以离开那？那徐秉阳不是说，就算用钱也很难买通？我说过，买通不行，那就推给该死的人。所以，你就咬死了刘正宏啊？看起来你这个检察官果然没有白当哎，知道怎么处理事情。那你还在跟我生气，怪我把你的包全部都弄走？谁叫你不一开始就跟我把话说清楚？我看到那个白正浩咄咄逼人样子，我当然会担心我包全没啦。我亲爱的老婆，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应该担心自己到底能不能够全身而退？你怎么反而还去担心你的包包嘞？没有那些包包，我生活还有什么乐趣？你不是说你要让我一辈子都过好日子？当然，当初
你为了嫁给我，不顾家里面人的反对。如果没有你，也没有现在的我。知道就好。老婆，你帮我看一下电梯有没有在动？没有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。队长，刚刚林彦文走的时候，那个嘴脸真的是一副我们抓错人的样子。刘正宏怎么偏偏这时候死呢？等一飞跟葛亮回来就知道了。队长，我们拿到刘正宏的遗书，还有他平时的签名。家属的反应如何？反应很激烈，说什么遗书不是刘正宏写的，上面圈起来的部分，笔迹确实有一点不同。这摆明就是加工自杀。对啊，他们夫妻虽然之前有吵到要离婚，但是那是因为徐志美爱玩，又爱在网络上炫富，没听说过什么外遇，更别说用药前科了。一飞、葛亮，你们先去刘正宏家外面的监视器看一下，看有没有什么异状。我其实也不相信刘正宏会先杀了徐志美，又演了一大出戏，最后自己再自杀。难道林彦文真的可以为了掩盖真相，就把刘正宏杀了吗？他明明就知道刘正宏透过长官请我们办这个案子，是检察官可以想怎样就怎样的吗？大部分的检察官都是奉公守法的，只有少部分的检察官自诩为司法最后一道防线，心态膨胀，认为自己可以掌握民众的生杀大权，就像林彦文那样子。林彦文的手下不知道有多少慕名牺牲的人。如果是这样，他们还会放过小丽吗？是不是让小丽自首，反而才能得到保护？你们特搜队办公室的检讨会开完了？你找我有什么事？喝什么？我不是来喝酒的。来酒吧不喝酒，我实在很难想象你下班之后的生活。我的生活没有像简作这样子啊，这么多彩多姿啊。这间酒吧是我刚当上检察官的时候来的地方。那个时候每天加班，下班之后我就会来这边喝一杯，放松一下。简竹，你来这边喝酒，是想找回初衷，还是想自首？哼！白正豪，你是想过自己的人生，还是别人的？你为什么就不能把自己的生活自己过好就好？你非得要去插手别人的恩怨情仇，来展现自己的正义感？我对别人的爱恨情仇一点兴趣都没有。至于正义感，也许我比你多一点。你以为徐志美很可怜吗？说不定上辈子
他就是杀害刘正宏的凶手，所以这辈子才来还她老公的债。你把这格局拉大来看，刘正宏他很坏吗？简柱啊，你是喝醉了，还是这个酒厉害？居然可以让简柱开始胡说八道啊！本来就有很多的不可能。你不是才刚经历过杨曼玲的事情吗？还有赵小红、李淑静，2个人长得是一模一样，连生日都一样。这世界本来就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如果这个世间真的有千仇旧恨，天理报应循环，天自会处理。那请问一下，还需要我们简简做什么？所以啦，薪水多领一点，不要太认真。你不要把每个事情都搞得很复杂，你这样我会很辛苦，你也没有好处。你一个法律的捍卫者，沦为权力的奴隶，动用私刑，迫害假释犯，你没有丝毫的悔意，你还想把这些过错推给天理循环，现在还想要买通我？展浩，你以为你只是对付我一个人吗？那还有哪些人？人生啊，它要不断的向前，没得回头。所以，当你在抉择点的时候，你就得好好去选择。现在，我是在给你机会买平安。如果有10个坏人，我就会准备11口的棺材，多的那个是我预备给我自己的，因为我从来不会买保险。我正在找太极，我想我们可以合作。太极一直在录亚萍的梦，亚萍已经受不了了。如果你有办法可以找到太极，那我就可以原谅你，冒犯我。看来我们没有办法合作。太极我会自己找，简柱跟徐秉耀的共犯结构，我也不会放过。可惜了，看你是个人才。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是，那些都是林彦文的错。妈妈知道你不是一个坏孩子，要不是林彦文他们太过分，你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
小丽，你愿不愿意帮妈妈一个忙？妈，我愿意。你要想办法让林彦文睡着，不然妈妈就没有办法托梦，就不能替自己还有要坐牢的哥哥报仇。我不懂什么是托梦。你只要记得想办法让林彦文睡着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明天起来，你先到猫村的咖啡厅，跟店长拿存折，那是妈妈帮你存的，先寄放在他那里，本来就是要给你的。存折？那家咖啡厅，妈妈以前带你去过，你还记得吧？嗯。如果醒来忘记妈妈在梦中说的话，就去哥哥房间看风铃。去哥哥房间看风铃。这个风铃从哪里来的啊？这是我亲生妈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是她生前唯一留下来的东西。刚在做梦吗？妈，风铃。队长，找到刘正宏了。你们过滤监视器画面的速度变快了。因为非常顺利。刘正宏居然上了高洪峰的车，时间点正好是昨天我跟其他证人约谈的时候，难怪没有出现，原来被高洪峰载走。过了几个小时，高荣峰的车就开进了刘正宏的地下停车场，然后高荣峰就扶了刘正宏进了电梯。那就是高荣峰杀人灭口喽。亦菲怎么知道这个？不是应该跟徐志美案一样，没有监视器画面？错了，你们全部都错了。从刘正宏上高荣峰的车到地下停车场、电梯里，全部都录得清清楚楚的，时间也都得刚好，没有作假。徐志美的监视画面被清除得一干二净，刘正宏的画面却这么的完整。会不会是事发突然，来不及处理？先去逮捕高荣峰，其他再说。队长，刚刚我们回来之前就有先调查高荣峰的行踪，缉毒队的同仁都说今天没有看到他，也联络不上人。一定是跑路了。你们要想办法找到高荣峰，我去找徐冰瑶。是。
所以高荣峰的事情，你很清楚。果然龙峰还是闯祸了，难怪昨天一直联络不上他。果然，什么意思？我之前就知道龙峰跟徐志美搞在一起，但我不想调查自己弟兄。龙峰还是闯祸了。龙峰之前处理过一个案子，在徐志美住的社区。据我所知，他们那时候就勾搭上了。徐志美还当过龙峰的证人，你不相信可以去查，这都有记录的。高荣峰已经死了，